神讲的是发生在偏远东北农村，农家汉大全呢，在把老母亲草草埋葬之后，儿子突然得上了难以解释的怪病，于是他踏上了一个为儿治病的这么一个旅程。我是刘冬雪，武神的导演。在拍武神之前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，就其实我什么事儿都没做，跟2个朋友在我家里，我们每天都是在交谈，寻找自我。我是出生和成长在东北的嘛，在那片地域里面其实有很多乡间的传说，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关注到宗教，忽然有一下，我想到黄鼠狼串气这个故事。老人死掉了之后，一旦有这个黄鼠狼经过棺材附近的时候，黄鼠狼的灵魂上去了，就会产生一种诈尸的反应。先生，咋回事啊？我不用害怕，这是窜黄皮气了，我就处理就好了。通过面对面的跟人讲剧本，不断捕捉对方实时的那种反应，对方的情绪掉下来了，我就立刻加点什么东西，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，他就越来越丰满。整部片子的预算全部来源于我几年以来工作留下的积蓄，在这个范畴之内独立的完成一个长篇电影。在吉林省四平地区的一个农村，是我爷爷奶奶出生的地方。武神里面它囊括了各种角色，它也是很多乡村里面存在的这种人物的原型，采用的是完全的非职业演员拍摄，但是多数演员他们其实都是当地的2人转演员。主人公这种朴实的话少的，但是其实又是很耿直执拗的这么一种中年男人的形象，家里有一个老人瘫痪多年的时候，照顾4年到5年的时候，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出现一种疲惫。他在葬礼上做出那个短暂的犹豫，还有那个瞬间的决定，其实包裹了无限多亲情家庭关系里的这种无奈和抉择。埋吧。儿子生病之后，他不断的在求医的过程当中，他仍然不愿意去相信他做了大家所说的他对不起他母亲的事儿。我有啥错呀？我自个儿伺候那么多年，就我一个官，我有啥错呀？他说你们给他活埋了。你说啥？你说啥？由最开始的特别坚定，到最后他的动摇，他的这种坚定给击塌了。于是他第2天早上去到坟上，去对他母亲做了一个道歉的行为，做了一个和解。农家汉的无奈和挣扎，到最后屈服的一个过程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在这种乡村的环境里，很多观众会觉得有一种荒诞感出现，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，这就是日常，这就是他们的必需品。这个剧本从落笔到整个写完是1个半月的时间，拍摄周期是20天。摄影师看了剧本，第2天早上我们俩就一大早开车回东北看景，开了差不多12个小时，1000多公里的路程，那种并肩作战的感觉，其实跟我们最初的那个电影梦想是密不可分的。当我在筹备期的时候，我当时有个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大伯，他认识很多人，在一个县城里面特别逼仄的一个小饭馆里边，然后里边乌烟瘴气，然后桌子杯子甚至都是那种破的。他特别冷静，喝了一口酒说，哎呀，我觉得你这事儿做的特有趣，特有意思，就好比当年安东尼奥尼啊，他来中国拍了一部纪录片，就叫《中国》。你这个意义就在于，不管你拍的是什么，你起码记录了当下所有东北农村人的生活吧，这太有意义了。